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夜宿客店，见宾客坐着不点菜，他找借口躲开了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山西府有一名男子，名唤李顺德，家住山西府城北面的一个小村庄里。李顺德是一名行脚商人，经常到外地做买卖，很少回家。李顺德经常在附近做买卖，因商品物美价格，他深受当地乡民们的认可。而和他做同一买卖的还有一个行脚商人，名唤周宇龙，年纪比李顺德小了几岁，货品的质量低劣，价格却比李顺德还要高。周宇龙的生意自然没有李顺德的好，收入甚微的周宇龙对李顺德心生妒忌，日子久了，周宇龙妒忌成恨，总想着要打压一下李顺德，奈何一直找不到机会。有一次，周宇龙的表弟周深来找他喝酒，酒过3巡后，周宇龙就将怨气说了出来。表弟一听，当即火冒三丈，借着酒意，表弟拍着胸脯说道：“表哥，你放心，他李顺德和你抢生意，让哥哥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这个仇我绝对给你报。过2日，我就在半路上拦截他，非好好收拾他一顿不可。”周宇龙闻言后十分高兴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本想着是一句酒话，没想到表弟说到做到。过了没几日，表弟就蹲守在李顺德经常路过的地方，势必要教训一下李顺德。当日，李顺德收购了一些货品，随后他挑着货担子开始往另外一个镇子里走。临近午时，李顺德走到离镇子约有20里路的郊外。因为当日天气炎热，李顺德就钻进路旁的小树林里小憩一下。可是他刚走进树林后没多远，忽然看见前方的草丛里似乎躺着一个人。李顺德起了好奇之心，于是快步走了过去。走近后一看，地上果然躺着一位老者。“老乡，你没事吧？”李顺德朝着地上的那位老者说道。老者慢慢地睁开眼睛，朝着李顺德小声说道：“我头晕目眩，五脏六腑里如同翻江倒海一般呐。”说完，老者又紧皱起眉头，看上去十分难受。“您怕是受到了暑气，你别动，我这里有一些丹药，你且服下。”李顺德言罢，从怀里掏出几粒丹药，又从货担子里拿出水，递给老者。老者颤抖着双手，却无法将丹药拿住。李顺德赶忙蹲下身子，扶住老者后开始给他喂药。李顺德经常跑伤，解暑气的丹药那是必须的药品。李顺德扶住老者，慢慢地给他喂药。过了片刻，老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面色看上去好了许多。“年轻人，多谢你出手相助，要不然老朽怕是凶多吉少了呀。”老者说道。“老伯，今日天气太炎热，我正巧到树林里避暑，要不然也碰不到您了。”“呵呵，是啊，要是没人前来，老朽的命怕是丢在这里了。”“那倒不会，我不来，别人也会来的。”老者没有说话，闭上眼睛，又稍作休息了片刻。“年轻人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”“到前面的镇子里卖货，您若是没事，你我就走了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着，李顺德朝着老者拱了拱手。“还不知道恩公高姓大名，日后老朽必会报答这份恩情。”“我叫李顺德，是一名行脚商人，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，老人家莫要上心，我先走一步。”“好，多谢你了。”说着，老者也朝着李顺德拱了拱手。李顺德微微一笑，挑着担子就要继续赶路。忽然，老者开口说道：“慢着，你说你叫李顺德，是一名行脚商人？”“正是。”“您为何如此惊讶？”老者伸出手指，闭上眼睛，不停地掐算。忽然，老者睁开眼睛，严肃地说道：“
年轻人，前面有一场灾祸在等着你啊！”李顺德闻言后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您如何得知？”老朽懂一些占卜之术，方才我念着你的名字，忽然觉得有事将要发生。你记住，如果在客店里遇到形迹可疑的人，一定要赶紧溜走，千万不可逗留啊！形迹可疑，老人家能否言明？比如坐着不点菜的人，你要小心他呀。老者严肃地说道。李顺德闻言后半信半疑，不过他见老者说话时的神情十分严肃，方才自己救了他，这位老者应该不会欺骗他才对。李顺德朝着老者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不管真假，我将老人家的嘱咐记在心里，多谢您。年轻人，你救了我，我岂会欺骗你呢？记住我的话，你才会免于灾祸呀。多谢您。”李顺德谢过老者后，挑着担子继续朝前走去。那位老者也太神奇了吧，居然掐指就能算出未来的福祸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李顺德嘀咕了一句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继续朝前赶路。走到镇上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李顺德只得先找一家客店吃些东西休息一下，等到明日再去卖货。他走进客店要了一间房，随后走下楼准备吃了饭菜。他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。不久后，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年轻人。那个年轻人走路带风，面相有些凶恶。年轻人走到李顺德旁边的桌子处坐下了。李顺德起初没有在意，安心等待饭菜。可是那个年轻人却坐在那里一声不吭，就连菜也不点，这引起了李顺德的注意。之前那位老者说让我留意形迹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坐着不点餐的人，难道说的就是他？李顺德想起那位老者对他的叮嘱，不由得起了疑心。客官，您吃点什么？店小二笑呵呵地询问道。那个年轻人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在等人，一会儿再点餐。”好嘞，到时候您再叫我。说完，店小二离开了。李顺德时不时地观察那个年轻人，愈发觉得年轻人不是善茬，似乎是冲着他来的。客官，您的菜。店小二端着菜来了，朝着李顺德说道。李顺德长了心眼，看了看饭菜后，大声朝着店小二喊道：“我要凉拌，你为何热炒？”“没有啊，你说的就是热炒啊，你还狡辩，你这是欺人。掌柜的，你过来。”“客官，您千万不要发火。”掌柜的急急忙忙地跑来了，脸上堆满了微笑。这位伙计上错了菜，居然还狡辩，怪在我头上了，我要去报官，免得你们再欺负别人。说着，李顺德站起身来，拉住掌柜的胳膊就往外面走。“客官，您消消火，我叫厨子再给您做一份。”掌柜的害怕了，央求道：“那个店小二态度恶劣，我必须要报官，要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气，快点跟我去衙门。”李顺德拉着掌柜的胳膊拼命往外面走，而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似乎有些慌张，站起身来也朝着外面走去。“客官，您等一下，不必多言，快跟我去衙门。”年轻人看了他们几眼后，急匆匆地走了。李顺德走了一会儿，见那个年轻人已经走远，他小声说道：“掌柜的，刚才那个年轻人要害我，我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，您别介意。”“原来如此，只要你不去衙门就好。还有，刚才那个年轻人名叫周深，人品不好，你怎么和他结怨了呢？我都不认识他，我也纳闷呢。他表哥名叫周玉龙，是一名行脚商人，你可认识？”“我和他是同行，当然认识，不过我与周玉龙也没有过节呀。”“呵呵，这个就不好说了。古人云，同行是冤家，怕是那周玉龙眼红你，周深来给他表哥出气来了吧？”李顺德听闻掌柜的如此一说，心不由得颤动一下。他倒是听别人说起过周玉龙确实眼红自己，
还有要报复他的传言。李顺德不敢往下想，朝着掌柜的说道：“那个年轻人当真是周深，周玉龙的表弟？千真万确，周深不是省油的灯，你可要小心一点才是啊！”多谢掌柜的提醒，你家客店我不住了，以免周深对我下狠手。我回去拿货担子。也好，你从后门离开。说完，两个人跑回了客店。在掌柜的帮助下，李顺德悄悄地从后门离开了。据店小二说，当天夜里的时候，周深带着两个人在客店门口徘徊多时。隔天早上，店小二又发现李顺德所住那间房的窗户大敞四开，似乎夜里有人来过。李顺德当晚留宿另外一家客店，摆脱了周深的跟踪。天亮之后，李顺德去了衙门，将昨晚自己的遭遇说给了县令。县令闻言后十分吃惊，遂命人将周深缉拿到公堂之上。在县令的严词审问之下，周深害怕了，将事情的真相说了出来。正如那位老者所说，李顺德确实有一场灾祸，而要行凶之人就是周深。这一切都被那位老者事先预料到了。周深老实供述，随后周玉龙也被带上公堂。周玉龙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面对县令的审问，他全盘托出，承认自己极恨李顺德，表弟周深要为自己出气，要痛打李顺德。县令大为恼火，将二人各杖打50个大板。周玉龙的名声更加臭了，生意越来越不好做，后来他只得改行。周深被打了50个大板，此后收敛了很多，再也没有打过李顺德的主意。而李顺德依旧在各地卖货，名声越来越大，当然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男子好心留宿老者，老者却说别住这屋子，赶紧搬家。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，大名府有一名男子，名唤李秋风，家住大名府以北的一个小村庄里。村子背靠青山，两面环水，鱼虾丰富，村里的人大多成了渔夫，李秋风就是渔夫里的一员。村子东头住着一位姓张的老者，按照辈分，李秋风要尊称老者为二爷。张二爷膝下无儿无女，老婆子过世的也早，年近70的张二爷就靠着村民们的救济，勉强度日。李秋风的家紧挨着后面的大山，离张二爷的家不是很远。李秋风小的时候，张二爷十分疼爱他，经常从外面给他带一些零食回来，也经常带着李秋风到村子外面玩。长大后的李秋风没有忘记这份恩情，他见张二爷眼下生活困难，经常将捕来的鱼虾留给张二爷一份，还帮着张二爷打理地里的农活。对此，张二爷十分欣慰。李秋风忠厚老实，慈悲心善，村里人几乎无人不晓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李秋风娶了一位贤惠孝顺的姑娘为妻。虽然日子过得很艰辛，不过一家人和和睦睦，倒也十分温馨。故事发生的前几日，此地下了几天几夜的大雨，山上的碎石头随着雨水滚落下来，附近的猎人们见势不妙，也没有人再敢进山打猎。这一日，天空终于放晴，李秋风辞别妻子张氏，带着渔具去了村外面的大河里。他划着小船来到大河中央，开始撒网捕鱼。或许是刚刚下过雨的原因，几网下去，收获颇丰，这让李秋风十分高兴。他再次撒网，随后将鱼虾放进木桶里，坐在船舱里休息起来。午时过后，北面飘过来几片乌云，大风开始刮了起来。李秋风明白，一场大雨即将到来。他赶紧收网，随后划着小船到了岸边，拎着木桶跑回了家。这才放晴了半日，一场大雨又要来了，地里的农活怕是又做不了了。张氏小声说道：“是啊，不知道为何今年的雨水特别多。”李秋风面带微风，
一边说话一边将鱼虾倒入木盆之中。你现在去？张氏问道。一会儿大禹就来了，我先给张二爷送过去，免得他挨饿。李秋风说道。行吧，我去拿饭。说着，张氏走到柴房，端着饭菜回来了。那我走了。李秋风言罢，带着饭菜和鱼虾就去了张二爷家里。张二爷见他来了，赶忙起身迎了过来。今日天气不好，你就别跑来了，一会儿赶上大雨你就回不去家了。张二爷笑着说道。我怕您饿，所以赶紧跑过来了。说着，李秋风将饭菜放在桌上，又将鱼虾放在了地上。您慢慢吃，我就先回家了。好，那你慢着点呢。张二爷将他送出门，李秋风急急忙忙地跑回了家。刚走进家门口，雨点就掉了下来。少顷，门外传来一句喊声：有人在家吗？说话之人是一位老者，站在李秋风家的院门口，大声呼唤着。李秋风听见喊声，随即走了出去，见门口站着一位陌生人。李秋风询问道：你是哪位？年轻人，老朽路过这里，不巧碰上了大雨天气，我身上没有带雨具，能否让老朽在你家里留宿一晚？老者说道。李秋风一听，这才明白过来，他笑了笑说道：既然你有难处，我自然要帮您一把，快些进来吧。说完，李秋风搀扶着老者走进了屋子。夫君，这位老伯是谁？张氏不认识老者，疑惑地询问道。老伯路过这里，碰上了大雨，想在咱们家留宿一晚。原来是这样，正巧饭熟了，老伯，您坐下来一起吃饭吧。张氏笑着说道。你们太客气了，我这里带着碗碟，给我一些，我到门口那里吃。没事，您坐下来一起吃吧。李秋风为人厚道，拉着老者的胳膊坐了下来。老者有些吃惊，赶忙拱手道谢。老伯是哪里人？到哪里去啊？李秋风说道。老朽家住江南，要到山西府寻个人。老者说道。您一路走过来的吗？李秋风吃惊地说道。正是，这路途可是不近啊，您路上可要保重身体呀。张氏说道。呵呵，老朽习惯了，多谢二位的关照啊。三个人边吃边聊。李秋风得知老者要去山西府寻一位道人，据老者说，那个道人是他的生死之交，此次老者是应道人的邀请而前去赴约的。外面的雨越来越大，老者看着屋外的天空摇了摇头，看来这场雨是停不下来了，今晚怕是要睡在这里了。此时，张氏走了过来，说道：老伯，厢房我已经收拾好了，您今晚就在那里将就一晚吧。多谢二位好心人。老者不敢怠慢，赶忙拱手道谢。张氏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开了。翌日一早，张氏早早就起来了。此时外面的雨已经停了。李秋风敲了敲厢房的门，随后那位老者走了出来。老伯，早饭已经做好了，您吃些饭再走吧。多谢了。说着，二人来到饭桌前。老者坐下后，抬头看了看屋后的那座大山，他愣起神来。老伯，快吃饭吧。张氏见老者发愣，朝着老伯说道。老者回过神来，赶忙站起身子。他走出房门后，自己看了看那座大山，又伸出手掐算一下，不好，别住这间屋子，赶紧搬家。老者转过身后，严肃地说道：这是为何？这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能搬到哪里去啊？李秋风诧异地说道：年轻人，你看那座大山了吗？今日山上的落石会接连滚落下来，到时候这间房子肯定会化为废墟。你若是不离开，怕是性命不保啊。老者说道。有落石？不可能吧，这里一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。李秋风不信，笑着说道。年轻人，你们俩好心收留我，
我岂能欺骗你们呢？那样的话，老朽的良心何在呀？你听我一句劝，赶紧搬走。”李秋风觉得此话有理，可是此地确实没有出现过落石的情况，所以李秋风不信，更不肯搬离这里。不过听了老者的话，李秋风又犹豫起来。怎么办？张氏问道。李秋风沉默不语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那位老者再次说道：“此非儿戏，二位赶紧搬离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呀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既然老伯这样说了，那我们就先搬到张二爷家里住。”也好，张氏言罢，回去收拾东西了。既然二位相信老朽的嘱咐，也有了落脚之处，那老朽就先走了，告辞。说完，老者就离开了。片刻后，夫妻俩带着包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到了张二爷家里，李秋风将事情的起因经过说了出来。张二爷听闻此言后也是一惊，随后张二爷说道：“世间有太多能者，那位老者不简单。”午时过了，三人正在休息，忽然从后山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响。李秋风觉得不对劲，感觉地面在颤动，难道真的是落石不成？李秋风站起身来，赶忙跑了出去。他抬头望去，几颗巨石已经滚落到了山脚下，正朝着他的家冲了过去。一转眼，李秋风的家就被几块巨石砸中，瞬间成了废墟。落石速度极快，若是李秋风待在家里，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躲避。那位老伯真的没有欺骗我，果然有落石。李秋风小声嘀咕道：“我们若是不听老者的话，现在怕是已经被砸在废墟里面了。是那位老伯救了我们呢。”张氏说道。“呵呵，那个老者果然不是一般人。你们俩能有如此造化，源自你们的善心善行。若是你们昨晚没有留宿那位陌生老者，也不会得到他的指点，这场灾祸怕是躲不过了。这可真是应了那句善有善报的老话了。”张二爷看着远方，捋着胡须喃喃地说着。李秋风看了看二爷，没有说话。张二爷看着他们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不用发愁，我这里就是你们的家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俩就住在这里，我去厢房睡去。”说完，张二爷背着手笑着离开了。张氏看着已然成了废墟的家，不禁潸然泪下。李秋风没有说话，将他揽入怀中，随后走进了张二爷家里。此后，李秋风去城里卖鱼虾时，一直在留意那位老者，可是那位老者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李秋风和张氏住在了二爷家里，夫妻俩侍奉着张二爷，这让张二爷感觉到了家的温暖。张二爷弥留之际，留下了一张字据。李秋风和张氏安葬了张二爷，才打开了字据。原来是张二爷有交代，将自己的这间房子留给了李秋风。李秋风看着二爷的字据，不禁痛哭起来。而他之所以哭得如此伤心，其中的原因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穷小子成亲，洞房夜妻子将他赶走。道士，你妻是在救你。白月娥出身富贵家庭，自小熟读四书五经，是一个才学出众的貌美女子。她深居简出，品行出众，从不轻佻。白月娥的隔壁住着一个名唤林晓峰的年轻男子。林晓峰出身贫寒，父母以卖炊饼为生。自幼贫苦的林晓峰就很懂事，经常帮着爹娘做一些家务，街坊四邻对他称赞不已。林晓峰与白月娥年龄相仿，从幼时起，两个小孩子就经常在一起玩耍。谁家小孩若是欺负白月娥，林晓峰总会挺身而出，这让白月娥早早就对林晓峰产生了莫名的好感。而这种好感深藏于白月娥的内心。虽说两家的家境相差悬殊，不过在白月娥心里，她就将林晓峰当成了心目中的郎君。
林晓峰的人品，白老爷和白夫人自然了解，而且白老爷不讲究什么门当户对，他认为未来的女婿人品好，你能够疼爱、保护自己的女儿就好，其他的他无所谓。而白月娥只是偶尔去林家串门，其他男子他向来不见。而在林父林母的心中，也早就将她视为儿媳妇看待。倒不是林家想要攀高枝，主要是两个年轻人从小玩到大，对于白月娥，林家自然也了解，两家人都知根知底。再者说白家没意见，林父林母哪里还有意见呢？后来在两个年轻人18岁那一年，两家人坐在一起喝酒，为他们定下了婚事。哪成想不久后，这场婚事险些被一个年轻人毁了，而这件事还要从李家说起了。李家住在小镇的东面，男主人名唤李佑成，年龄与白老爷相仿，两个人都是做玉石生意的。而在生意上，李佑成做得大，白老爷要仰仗着李佑成，从来不敢得罪他。李佑成的小儿子名唤李宝玉，年龄与白月娥一般大。那日在集市上，李宝玉偶遇白月娥，只是惊鸿一瞥，却让李宝玉迷了心智。他茶饭不思，满脑子都是白月娥的影子。李夫人见他如此，就耐心询问起来。这一询问，才知道儿子原来是为情所困。可得知儿子心心念念的女子是白月娥时，李老爷和李夫人都皱起了眉头。因为镇上的人都知道，白家与林家已经定完了婚事，半个月后两个年轻人就要拜堂成亲。怎么说，李老爷也是生意人，而且生意做得大，在当地十分有威望。若是搅黄了这门亲事，李老爷的名声必会受到影响。而白家与林家已经定了婚事，我又与白老爷熟识，这件事我无从插手，你就不要惦记白月娥了。李佑成说道。爹，林家那个穷小子哪里配得上白月娥？李宝玉说道。配得上与否，那不是你我应该管的事。爹劝你，赶快死了这条心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将白月娥娶进家门。你这小子，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他爹，你息怒，你看看儿子都好几天不吃东西了，你干啥还要吼他呀？依我看，我觉得儿子说的话也没错，白家与林家的家境相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，白姑娘若是嫁进林家，哪里能幸福呢？再者说，白月娥长相秀美，她哪能下嫁给一个穷小子？李夫人说道。夫人，你怎么能如此袒护儿子呢？我哪里袒护他了呀？我这是在说事实。再者说，即便有了婚约，他们不还是没有成亲吗？既然没有成亲，咱们儿子就有追求的自由，就算到了衙门，我们也不理亏呀。真是慈母多败儿。说完，李佑成甩手就走了。娘，你要帮帮我呀。儿啊，娘是疼你的，不过若没有你爹出手，白家与林家的这门亲事怕是10有8九要成了。只是你爹是讲信誉的人，这件事我估计他是不会依你的。娘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也没有办法，这件事就要看你的了。说完，李夫人起身走了。李宝玉呆坐在那里，他想了又想，自言自语道：白月娥是我的，林晓峰你休想得到她。李佑成碍于和白老爷之间的交情，他并没有干预这件事，两个人经常坐在一起饮酒畅聊。李佑成从来没有过问过白家和林家的那门亲事。不过白老爷并不知道李宝玉已经惦记上自己的女儿了。就在酒席之间，白老爷将女儿要出嫁的事说给了李佑成。李佑成端起酒杯，说了一些祝福的话，还说要送一份大礼，其余的话李佑成半个字都没有说。几日后，李宝玉与几位友人在酒楼里饮酒，酒过3巡后，李宝玉就将心里的不快说了出来。那几个友人多是游手好闲的人，
因为李宝玉手头富裕，平日里他们经常跟在李宝玉身边混吃喝。得知李宝玉受了委屈，几个友人就想要给他出气。李宝玉借着酒意就说出了心中的想法：哥，光天化日之下你还要抢亲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。一个友人说道：我也觉得此事不妥，白家也是大户人家，白日里他们两家的人手肯定少不了。你若是抢亲，我倒是觉得入洞房之际是最佳时机，那时候人们都已经走了，容易得手。另一个友人说道：洞房里只有林晓峰和白月娥，此时下手确实是好时机。不过林晓峰也是倔强之人，我们去抢亲，他哪里会依从？肯定会喊人，若是惊动了衙门，那我们就插翅难逃了。林晓峰若是进洞房，你们就让他永远消失。李宝玉冷冷地说道。几个友人一听这话都愣了一下，做掉他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们一人100两银子，你们走得越远越好。那你抢了亲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会带上一笔钱，带着白月娥远走高飞，即便白月娥不同意，到时候她也只得顺从了。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，随后一饮而尽。白月娥和林晓峰成亲那日，场面十分热闹。李佑成带着彩礼亲自来祝贺，白老爷和林父不敢怠慢，将李佑成请上贵宾席。少顷，一位道士走了进来，笑呵呵地拱手说道：贫道路过此地，见这里甚是热闹，过来讨杯酒喝。林父见状，赶忙上前回礼：多谢道长，快请进。闲聊之际，林父得知这位道长果真只是路过，并非是白老爷的朋友。不过既然前来道喜，哪有不欢迎之理呢？道长也被请上了贵宾席。到了晚上，白月娥进了洞房，忐忑不安的她站在门里面，仔细地听着屋外的动静。过了一会儿，传来了脚步声：娘子，我进来了。说话之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林晓峰。白月娥赶忙打开门，朝着林晓峰大喊道：你不许进来，赶紧离开这里。林晓峰呆住了，疑惑地说道：娘子，我是你丈夫，你为何要赶我走啊？赶紧离开，否则我不客气了。白月娥再次喊道：我没有做错事吧？你为何如此对我？白月娥流出了眼泪，用力将他往外面推。林晓峰等于很是气愤，但他并没有发火。一气之下，林晓峰甩手离开了。就在这时，那位道士走了过来，小声对他说：你妻子是在救你，你不要多说话，躲在一旁看着，若是有人来捣乱，你快去衙门报官。道长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快躲起来！道长小声说道。林晓峰不知缘由，赶紧躲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从后院进来几个黑衣人，他们径直走进洞房里，紧接着传来白月娥呼救的喊声。果然有人来抢亲，你快去衙门报官。道士说完后，赶忙闯了进去。林晓峰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撒腿就朝着衙门跑去了。道长懂武艺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几个黑衣人被道长打倒在地，白月娥吓坏了，躲在道长身后。不多时，林晓峰带着衙役们来了，将那几个黑衣人全都绑了起来。到了衙门，吴县令一看，不禁眉头紧皱，因为李佑成的儿子李宝玉居然身在其中。这一询问，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去抢亲的。据交代，他们为了抢亲，不惜要做掉林晓峰，这让吴县令大吃一惊。那个道长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？这就巧了，那日李宝玉与友人在酒楼饮酒，酒过三巡谈及抢亲之事时，那个道长正巧就在他们身后的酒桌上吃饭，于是道长就留了下来，没有走。而他之所以没有之前提醒林家和白家，考虑只是几个年轻人的酒后之言。婚礼那日，道长找机会凑近白月娥，将这件事说给了他，
叮嘱他赶走林晓峰，千万不要让林晓峰进洞房，以防万一。白月娥没有声张，这才将郎君赶走。没想到接下来果然有人来抢亲，道长留了一手，让林晓峰在一旁观察。见有人来了，他赶忙让林晓峰去衙门报官，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。虽说吴县令与李佑成熟识，但毕竟人命关天，眼下证据确凿，他只得依法办事。不过好在没有发生悲剧，李宝玉等人被杖打5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等到林家再找道长时，那个道长已经没了踪影。事后，李佑成又狠狠地痛打了李宝玉，严厉训斥了李夫人。李佑成非但没有因为儿子的事毁了名誉，反而他的做法得到了人们的称赞。自此之后，李夫人不敢再袒护儿子李宝玉，而李宝玉也收敛了很多。婚后的白月娥和林晓峰感情甚好，1年后，白月娥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后来在白老爷的帮助之下，林晓峰也做起了玉石生意。因为为人正直，信守承诺，3年之后，林晓峰成了小有名气的商人，夫妻俩的日子越来越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